兄弟们，我刚看到一个数据，直接震惊了。美国开始驱赶中国留学生的同时，全世界聪明钱却疯狂涌入中国市场，这反差有多离谱？现在就给你们看数据，绝对颠覆认知。觉得震撼的先点个赞，今天信息量巨大，建议收藏，慢慢消化。我先抛结论，6月 A 股继续看好，为什么？听我详细分析。首先看这个巨大反差，根据最新的资金流向数据，一边是特朗普极端操作，连优秀中国学生都拒之门外，搬石头砸自己脚；另一边，国际热钱拼命往中国跑。你们觉得正常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前几天港股开盘就跌，好多人恐慌。但兄弟们，你们真懂资金流动逻辑吗？今天彻底揭开这个秘密。先看美国发生什么，贸易战打到现在，坦白说就是败了。从各种公开信息看，全球哪个国家真被威胁住了？连铁杆盟友日本、欧盟都不买账，等等。这细节特别有意思，拒绝中国学生签证，哪位天才的主意？硅谷科技公司本来就缺人才，现在连最优秀学生都不要，这不是自断财路吗？更搞笑的来了，我们稀土一限制，美国高端制造就歇菜，什么乌克兰稀土替代，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就算不计成本重建产线需要多久？急着要芯片的企业等得起吗？根据公开报道 ，F-35战斗机延期交付1年多，再这样下去，美国军工企业真要喝西北风，华尔街大佬算账发现血亏，肯定要求停产。觉得分析有道理的点个赞。月初我们跟美国在瑞士达成初步协议，双方退回到4月份状态，结果如何？我们商品就算加税，竞争力依然碾压，美国出口给我们的基本卖不动，芯片谁敢买？怕断供，大宗商品加10%，税算什么？全世界替代品一大把，价格更便宜。特朗普政策变脸比翻书快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，谁敢信？所以贸易战最终结果就是全世界联合孤立美国。重点来了，这信息价值100万，认真听。最近南亚冲突让全世界见识新时代作战方式，我们用领先一代装备给对手上课。你们以为只有某欧洲军工企业受损，美国军工巨头全被打脸？他们拿什么对付我们先进装备？以前威风的航母战斗群，现在连某些地区武装都搞不定，还怎么当世界老大？以前人家掌握舆论话语权，抹黑我们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新媒体让信息传播变快，全世界都看清谁在说谎，连印度都派宣讲团讲真相。这世界说到底还是实力说话，有了绝对实力，就有资格重新分配蛋糕。所以美国急了，假期找个非洲小国欺负，想显示威风，结果黄金价格还在涨，真打出威风，金价应该跌。美国想用贸易霸凌全世界，发现实力不够，反而暴露弱点，小弟们开始反水，欧洲、日本都给老大捅刀子。觉得分析到位的评论区聊聊。看我们这边情况，港股为什么涨？国际资金重新站队，港币既跟美元挂钩，又跟人民币紧密相连，成了避险首选。不管谁赢，骑墙派都能分一杯羹。但兄弟们，港股体量太小，真正大戏在 A 股，在人民币资产。6月，美国面临什么？集中还债，压力山大。美联储跟财政部闹翻，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评级，又下调一堆大银行评级，直接把想买美债的吓跑。最后怎么办？美联储自己印钞兜底。美联储没钱，但有印钞机，为了特朗普胡闹而印钞，这锅得他背。印钞就是放水，你美国放水，凭什么不让别人放水？博弈结果就是从6月开始，全球开启印钞模式。印钞虽爽，但透支货币信用。美联储放话要降息2次，态度明确，又印钞又降息，美元指数能不跌吗？热钱从美国撤出是必然趋势。关键问题，钱往哪跑？除了中国，哪还有这么大市场能装下从华尔街流出的资金？以前大家只能跟美联储指挥棒转，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。但现在情况变了，去美元化全球贸易已证明可行，人民币数字桥7秒跨境结算比传统系统快100倍，成本降98%。以前推不动去美元化，因为军事威慑，现在这神话也破了。
为什么一定要美元体系？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又怎样？只要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就行。如果你是国际热钱，知道美元肯定贬值，知道绕开美元做生意一样行得通，知道美国内部矛盾不可调和，你会怎么选？一部分买黄金，但黄金盘子有限，剩下的肯定压住下一个国际货币。欧洲人开始不安分，欧元想抢美元地盘，明显做梦。美国再怎么拉胯，好歹是统一大国，欧洲凭什么跟美国叫板？能接替美元地位的只有人民币，聪明钱当然提前布局人民币资产。所以你们会发现，最近每次港股 A 股被砸，马上有资金抢筹码，很难真正砸下去。有人会问，没被砸也没涨 ，A 股什么时候给力？ A 股在蓄力，等合适时机。我依然看好6月表现，但指数大涨不现实，主要震荡，月线收红概率大，不用盯指数，重点选好板块个股。接下来干货时间，投资策略分享，注意人民币存款利率变化，估计很快进入零利率时代。当利率趋向0，有稳定分红的股票就特别值得长期持有。银行股涨很久，还记得去年10月汇金大举增持银行股，当时很多人看不上，现在回头看，谁是聪明人？我一直推荐中特估，建议用存钱心态投资。如果分红超过银行定存，而且行业前景好，有垄断优势，就完美了。6月行情肯定磨人，重仓博短线很难扛住波动，建议拿部分资金做长线配置，用存钱心态买中特估，重点关注垄断行业，就要没有激烈竞争的，比如电力、铁路、保险，重点推荐保险行业。逻辑简单，手握大量资产，只要人民币资产重新定价，保险公司肯定最大受益。做保险股，记住，如果哪天保险板块暴涨，记得适当减仓。大金融很难持续大涨，通常涨一天调几天。军工板块必须重点关注。我以前从不碰军工，那次南亚冲突后专门分析，军工逻辑彻底变了。未来我们肯定取代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军工出口国。对比美国现在的军售规模，再看我们军工企业的发展速度，想象空间巨大。以前中国军工不好做，因为主要内销，国内采购精打细算，利润空间不大。现在不一样，实战证明实力，外交风格也变了，经常亮剑，对手被证明确实不行。对外军售利润相当可观，不会选个股可以定投军工 ETF， 分享大国崛起红利。买未来，重点还是 AI。为什么坚定看好 AI？ 这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方向。中美科技竞争，除了 AI 还能比什么？ A 股本质服务实体经济，以产业为导向。除了 AI， 我看不出哪个产业需要这么大规模资金投入。5月 AI 板块都活跃过，只是波动大。别纠结几天涨跌，我们看大方向。还记得当年新能源喊了多少年，被骂多少年，最后起来干掉全球对手，获得垄断地位。以前赛道是新能源，现在就是 AI。AI 赛道里重点关注3个方向：数据、算力、AI 应用。重点说 AI 应用，万物皆可 AI， 但能形成规模效应的主要是机器人和游戏。游戏板块现在还在低位，盈利模式清楚，前景广阔。关键是我们游戏能出海，赚外国人钱。算力芯片也值得关注，特朗普时不时抽风，说不定又要搞新禁令。有些股票要避开港股大科技，特别是在美国上市的，别碰。做美股的话，中概股也别碰。为什么？特朗普为了搞事，连学生都要赶走，还有什么干不出来？一直有传言要强制中概股退市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港股美股都没跌停限制，一天就能血本无归。当然，如果真出现极端情况，我倒鼓励大家勇敢抄底，因为股票价值在企业本身，我们看好人民币资产逻辑很清楚。我态度明确，不建议长期持有平台股票，大平台赚钱太多不是好事，随时可能面临监管。5月热点很分散，连医药都被炒一波。医药真有行情吗？医药长期逻辑很清楚，医改过不去这道坎，国家要从医药行业挤水分，这基本封死了医药板块上限。医药为什么涨？
因为市场没题材可炒，钱又那么多，机构手里一堆医药股，拉一下出货而已。医药能涨是资金偶然选择，不是必然结果，也很难持久。建议避开医药板块。银行股还能继续做吗？我觉得大金融里风险最低是保险，银行涨这么久，关键时候会被用来压指数。大消费能做吗？没必要。港股消费很厉害，那是新消费，对应国内就是游戏娱乐相关，跟传统消费白酒什么的没关系。汽车现在也算消费，还是别做。某家企业搞价格战，卷得惊动高层，行业从蓝海变血海。贪多嚼不烂，大家根据资金量和风险承受能力配置。选到牛股不算本事，选到了还敢重仓持有才是本事。建议多花心思研究个股，理解涨跌背后逻辑。只要能坚定信念选票，敢于重仓，吃够一波主升浪就够了。巴菲特年化收益也不到30%，保持好心态最重要。历史上从来没有中间派是最后赢家，一旦两强分出胜负，中间地带就没用了。现在就是历史转折点，美元霸权在倒计时，人民币资产在崛起，聪明资金都在提前布局。你是跟着聪明钱一起走，还是继续被割韭菜？好了，今天分析就到这里，觉得有收获，一定要3连支持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最看好哪个板块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投资资讯。大趋势还在，安心持股。现在不是恐慌时候，是布局时候。美元霸权倒计时开始，人民币资产春天正在到来。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